这是哪儿？我竟然没死！太子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这是原神的记忆吗？哼！我堂堂一代兵王，竟然穿越到一个废物太子身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大朝会已经开始，若再不前往，皇后娘娘就要降罪了。也罢，这一世，我要打造属于我北境兵王的帝国。太子殿下到！太子，你可知罪？看这架势，这哪是监国太子，简直就是个傀儡。皇后忧心国事，太子终日荒淫无度，朝事迟到。哼！哎呦！本王为一国太子，这天下都是本王的。朝会迟到，吏部侍郎如此大张旗鼓，还是我大前臣子吗？大胆封天启，休得狡辩，还不跪下谢罪！本王承皇上的旨意，监理朝政。本王的话就是皇上的意思。皇后娘娘，你质疑皇上，是不是要谋逆？皇上命皇后娘娘与老臣辅政，不就是为了教导太子德才兼备，勤政爱邻吗？臣以为太子殿下德不配位，请皇后娘娘配一个德才兼备之人。请皇后娘娘圣裁。哼！大胆封天启，把剑放下！太师也觉得本太子德不配位，若真是这样，杀了我！废物！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速速把剑放下！刘珠峰，难道你想弑君吗？臣绝无二心，太子乃皇上钦定，天命所归。那本太子就是德配其位了。众爱卿以为如何？恭请太子早日继承大统。太子千岁千岁！废物，今天算你走运。众爱卿若无他事，就退朝吧。慢着！吏部侍郎诬陷太子，恕罪可诛，来人把他拖出去斩了！太子饶命！太师救我！这都是你让我说的呀！一派胡言！来人！吏部侍郎诬陷众良，诬陷太子，拉出去斩立决！太师饶命！这都是你让我说的！把他三族也给我诛了！真是狼心狗肺，队友说卖就卖啊！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退朝吧。皇后和太师把控朝堂，护兵行三部皆不在我掌控，只有征北将军董北海看着还像个忠臣。想自保，得尽快研制一些防身的武器了。皇后的这步棋，是时候。谁？混蛋，你滚出去！你是本王的太子妃，服侍本王是应该的。放开我！我杀了你！装什么清高？说，皇后到底想干什么？什么人竟敢擅闯皇宫？那个废物今日为何如此强硬？难道他以前都是装的？春儿，今天让你受惊了。没想到张无极也是皇后的人。参见太师。兄长，宫内我们已经完全掌控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尽快除掉那个废物。难道皇宫还有其他势力？
无论是谁，我都会把你们一一铲除。那个废物倒是好除，只是再换上一个不听话的。八皇子封天明是我的亲生儿子，素来对我言听计从。可是封天明也是封家的血统，若他不愿意让位的话……兄长，谁告诉你封天明是封玉辉这个老东西的亲生儿子？谁？来人，有刺客！大胆！太子寝宫岂容你擅闯？一个废物太子，我想送就送，给我滚开！哎，大统领，大统领，你不能进去！何人擅闯太子寝宫？不想活了吗？禀告太子殿下，张统领不分青红皂白擅闯寝宫。刚刚有刺客潜入皇上寝宫，我是奉旨搜查。张统领，看本太子和太子妃像刺客吗？我看你是意图谋反。来人！微臣只是担心太子殿下的安危，所以贸然潜入，还请太子殿下息怒。那还不快滚！难道想看本王爷王妃继续运动吗？表现不错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。希望太子殿下以后不要再为难于我。出来吧。感谢太子殿下搭救之恩。说，为何深夜潜入皇帝寝宫？有半点虚言，我杀了你！太子殿下，您之前整日荒淫无度，太师和皇后把持朝政，老奴唯有查明真相，救出皇上，才能保住大前天下呀！你倒是挺直接。老奴愚蠢，太子殿下雄才伟略，智勇双全，瞒过了天下所有人。此刻，老奴也放心将皇陵令交于太子殿下。皇陵令？凭借此令牌，找到皇陵守卫统领赵风云，可号令10万守陵军，助殿下剿灭奸党。这是皇上昏迷前留给老奴的旨意。赵风云何在？10万守卫军何在？启禀太子殿下，老奴不知。那要这破牌子有什么用？老奴不敢。皇上昏迷前只说了3个字：凌云帮。老奴此次潜入寝宫，也是为了寻找赵风云的下落，未曾想撞见皇后密谋造反，幸得太子殿下搭救。孤立无援，死局啊！敢问太子殿下，刚才所用何物？威力之大，若有此物，再配合董将军里应外合，救下皇上，倒是有希望的。那只是烟雾弹，想要做手榴弹，需要大量火药。你可知哪里有硫磺、硝石和木炭之物？多黑市应该能寻到。那黑市是在哪里？百花楼。回去告诉他们，本王今日与王妃要多培养培养感情，明日就不上朝了，谢绝一切警戒。哎呦，公子，您可来了！我们认识吗？当然认识了，看您佩戴着紫金玉佩就知道，您是林公子呀。对，我就是林公子。不知今天想想我们这哪位清官啊？我看你就不错，今天就你陪我了。公子你真有眼光，今天就让奴家好好服侍你。林公子，我们喝一杯啊。黑市老板说的佩戴紫金玉佩的贵人，就是您吧？既然都知道了，那就别废话了，什么时候交货？公子，你要的这些东西可不好弄啊。钱不是问题，但是你们能解决得了吗？公子，有句话不知您可曾听闻？什么话？凌烟之阁，云上之巅，就没有我们凌云帮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没想到百花楼竟是凌云帮的产业。别废话了，规矩我都懂。哼，好。
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这就是凌云帮的待客之道吗？我砍了你！慢着，林公子可不要怪本帮主心狠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要万事小心。买这么多违禁之物，要是想造反的话，我们可担不起。哼，我只是来买货的，帮主分青红皂白，就随意冤枉人吗？你的身份根本就查不到，别给我装蒜。说实话，本帮主给你个痛快。大人，我看到风天启和凌云帮的人进了仓库了。太师果然猜的没错，风天启幕后有高人操控，没想到竟然是凌云帮。部队已集结，听候大人指令，把里面的人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。是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就是凌云帮办事的规矩吗？简直就是地痞流氓。这是我的诚意。我凌云帮一向守规矩，要是诚心来买货，我便饶了你。我赵风云说话算话，你身边的苍铜里就是你要的货物。他就是皇陵守卫军统领赵风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赵风云，你还记得身为大前军，死为笑灵魂，黄祖志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会有皇陵令？杀！这是什么妖法？这是科学，你不懂。他们是谁？我凌云帮在帝都没有这样的仇家，难道是你？皇陵卫统领赵风云听令，皇上被奸人陷害，昏迷不醒。本王风天启得皇上旨意，命皇陵守卫统领赵风云召集10万守卫军，平定内乱，诛杀奸臣，剿灭逆党。你是太子风天启，还不接旨？微臣得令，谨遵太子殿下懿旨。起来吧。赵统领，现在守卫军何在？凌云帮就是守卫军，全军10万弟兄，谨听太子殿下差遣。查一查，到底是谁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本王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太师，真的是风天启那家伙会妖法呀！火光冲天，手下全都死了。看来我们小瞧那小子了。兄长，不能再等了，及时除掉他，避免夜长梦多。也是时候让那颗棋子动一动了。谁？你是女的？参见太子殿下。恭喜太子殿下寻得守卫军，剿灭奸臣，指日可待。末将已召集部下，随时待命。虽守卫军有10万大军坐镇，但是还远远不够。其实太子殿下还有一部大旗可用。快说。绣衣卫。何方宵小，胆敢来绣衣卫大营窥探？大胆！太子殿下当面还不行礼？参见太子殿下。陆宣灵在哪？殿下请跟我来。这个月又是10万两白银出去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家底都要被我挥霍一空了。啊，谁？哦，没想到陆家军每个月能拿出10万两白银来养个绣衣卫。不知太子殿下驾到，末将有失远迎。自古以来，当官都是为了发财，而你们陆家却自己补贴绣衣卫，莫不是……太子殿下明鉴，末将绝无二心，是因为……
小安子是本王的随身太监，但说无妨。非是末将不信任太子殿下身边的人，而是……如此呢？殿下，奴才去外面守着。陛下对末将有知遇之恩，只要能为殿下守住锦衣卫这股力量，末将甘之如饴。没想到这老皇帝还有两下子，竟然靠一道密旨和一个封国公的大饼，让陆宣灵死心塌地。小安子，去把户部尚书给本王叫过来。是。陆凌轩，这些年来你受的苦，本王都帮你找回来。末将愿为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太子殿下，下官公务繁忙，不知殿下叫臣来有何要事？大胆徐委员，你可知罪？微臣恪守职责，不知所犯何罪。绣衣卫作为大前最重要的情报部门，竟如此破烂不堪，定是你贪墨军资。来人，拿下户部尚书徐委员。殿下，冤枉啊！实在是这些年灾害频发，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别跟本王装了，你到这个大营的厨房里面看看，别说一粒粮食，而且一粒盐都找不到。殿下，粮食本就短缺，食盐生产也极为不便，光是供给四方将军就已经捉襟见肘，哪里还有余量供给绣衣卫？怕是大人不想给吧？也罢，你不愿给，本王便自己造。殿下开玩笑了，粮食本就短缺，生产精盐那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徐大人可敢与本王赌一局？若殿下能做出精盐，臣便将半世家财奉上。本王不但能做出精盐，本王还要做出大钱自己的精粮。倘若本王能做到，那徐大爷就乖乖退位；倘若本王做不到，那本王就道德天下，下罪己诏与你致歉。好，臣赌了。先将芦苇烧成炭。殿下，火烧的差不多了。将这锅陈粮磨成面，然后揉成面团，放到碗里搓成面条，之后再做成面饼，最后放到蒸锅里面蒸，然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炸。做好之后拿给我去看。废物，白培养他这么多年，这一点事都干不好。为今之计该当如何？只能从长计议。今天一早我收到情报说他去了绣衣卫大营。你说他去了绣衣卫？陆玄林这个家伙一直油盐不进，你说他会不会？早些年陆家受过皇宫里那个老东西的恩。那他现在会不会已经掌控了绣衣卫？线报上说，他跟陆宣灵谈了很久，可能是想解决绣衣卫物资的问题。徐委员暗地里扣押的那些物资都被我处理好了，封天启查不到痕迹。现在最好是把蚊子烟。按理说，本王不应该只有一个妃子啊。太子殿下，妾身见过太子殿下。这就是太子侧妃啊，和征北将军董北海结了亲家，这不是又多了一层保障吗？况且小白也算是人间绝色了。还请太子殿下不要这样。你是本王的侧妃，本王跟自己的女人亲热怎么了？太子殿下，您真的愿意和妾身？以前是本王冷落你了，本王跟你道歉。妾身不怪殿下。来人呐！应该是皇后的人。小安子，做干净一点。是。那本王今天就好好补偿补偿你。陆指挥，你难道想要谋杀朝廷命官？绣衣卫要造反不成？徐大人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下官在这已经站了半个时辰了，就不奉陪了，告辞。指挥使，太子殿下到了。太子让你叫我来的？是本王叫你过来的。恭迎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有何要事，非要把我请到这绣衣卫大营啊？徐大人可否还记得昨日与本王的赌约？怎么，
难道殿下造出好粮和精盐啦？本王有没有成功，徐大人一看便知。怎么了，徐大人？不敢看吗？这是什么？此物名为方便面，是本王昨日花了1日的时间用陈粮打造。这个东西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方便携带，而且一天只需要2个面饼，还比行军粮好。不可能啊！这一定是你从其他地方购买来的，你怎么可能制造出精盐？大胆，竟敢质疑殿下！薛灵，徐大人，但凡您通过在京城任何一家场合找到本王做出的方便面和精盐，那本王就认输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徐大人，你可以告老还乡了。宣灵，太子饶命啊！太子，你饶了我这次吧！太师舅舅卑职啊！还有脸回来？你废物不配活着！谁会将贪污证据放在身上？难道封天启收服了秀一卫？不能再等了，你去通知皇后娘娘，把宫里那些人赶紧杀掉。抓刺客！你们对他忠心耿耿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令人心寒呐！你说对吧，爱妃？大胆刺客，夜闯太子府！把他们送到秀衣卫罩牢，等候发落。启禀太子殿下，陆宣陵那边已经处理完了。殿下，海公公，听闻你有一个干女儿，将你那干女儿送到宫中，到本王身边照顾吧。多谢太子殿下。老夫谢太子殿下。谢殿下，将你的养女放在我身边照顾，可免你不顾之忧啊。小奴定为殿下鞠躬尽瘁。这就是奴的义女秦诺兰。民女秦诺兰见过太子殿下。来之前，海公公可吩咐过你？回太子殿下的话，义父嘱咐诺兰，以后太子殿下的话便是天命。可识字？回殿下的话，义父曾找过先生，教过诺兰一般诗经子集。那以后你就帮本王处理一些所长的事务吧。是。太子妃呢？可有话要问？从今往后，伺候好殿下。奴婢一定谨记在心。好。听闻这次海公公不仅参与了保护太子妃，还把他干女儿也留在了封天启的身边。看来这个老家伙最后还是选择了封天启，他们东厂的势力也不容我们小觑。不过这一次我定要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。切莫冲动。户部侍郎乔景辉说要与我饮酒作乐，看来是他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动过奏章了？奴婢整理了一下奏章，是为了方便太子殿下批阅。放肆！奏章乃是军中机密，就算是你的义父也不敢私自翻阅。按律，私阅奏章者，触谋逆罪，想死！太子殿下，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为了帮太子殿下多整理一些物品，求太子殿下饶恕。起来吧，日后若真是闲来无事，你后面的书架上有一些书，多是一些史书诗集。奴婢多谢太子殿下。会按摩吗？会，义父偶尔回来，他累了，我会帮他按一下肩膀。给本王按按吧。回去之后，你记得告诉他，今日你帮我按过肩膀了。如此一来，他就不会指使你再做其他事情了。奴婢知道了。守卫军指挥使陆宣陵求见。卑职陆宣陵见过太子殿下。你回去告诉王妃，让她自己用膳吧。是。秦若兰知道吧？认识。她现在在我殿前行走，你做了指挥使多年，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该听你的还是海公公的？如今秦若兰在我这里，海公公自然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把那些你不需要的人除掉吧。殿下请放心，卑职有十足的把握。东厂最重要的就是情报，其次才是守卫军，你好好把控守卫军。东厂那一块不要动念头，毕竟厂公你做不得。
卑职只知晓，殿下给卑职的才是卑职的。殿下，这是户部尚书家里的钱粮储备。这徐委员比本王还有钱。这个徐委员在京城虽然说有些产业，但徐家人丁众多，徐委员攒不下来这么多钱粮。户部这是要造反不成？本王刚一户部克扣，抄了徐委员满门，赈灾粮食还敢拖延？户部的脑袋不想要了吗？运河遭遇50年难遇洪灾，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，为何内阁只是批条，让运河行省自行筹备赈灾粮食？启禀殿下，故不禀报，国库空虚，自然只能让地方自己想办法。臣乔景辉参见太子殿下。见到本王为何不跪？大前律法，臣子只有见到皇上、皇后、太后时，方行跪拜之礼。本王既为监国，见到本王就如父皇亲临，你见君不拜，只能当谋逆之罪。把这忤逆之臣给本王拖下去砍了！太子，你如此残暴，如何能让百官信服？到底是你们文人骨头硬，还是本王的刀更锋利？太子，太子饶命！太子，一个小小户部侍郎也敢参与进皇权的斗争之中，那本王就让你们看看，选错了战队的下场代价是什么。太子殿下，逆臣乔景辉已经伏诛。海公公，奴才在。你带人去把乔景辉家给抄了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入境。遵命。你去通知秦若兰，让她随本王亲自去一趟。遵命。封天戟是要疯了！户部尚书好歹是朝廷的正2品官员，他就这么砍了。我们现在确实很被动。吴老二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看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狗太子拿命来！站住！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太子拿命来！躲得了第一刀，躲得了第2刀吗？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保护太子殿下！太子小心！若兰，给本王杀光这些乱臣贼子，给你们加官进爵！末将救驾来迟，请太子殿下赐死罪。封城，就是掘地3尺，都要给本王把他们找出来。你受伤了？谢殿下关心，奴婢没事。东宫里面有一些药，需要什么就去东宫里面拿吧。快起来！谢殿下。这次刺杀，差点就死掉了。若非秦若兰以死相救，若非赵风云以命护主，这一次你们可以给我办丧了。不杀他们一个天地寂静，这些人是不知道怕了。这次你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就直说吧。我为太子殿下做事，那是理所当然，不敢讨赏。你不敢要，但我不能不给啊。这样吧，这一次参与护驾的人，每个人官升1等。至于你，本王一时半会儿想不到给你什么，先记下吧，以后一并算了。老奴谢殿下。不过这一次的刺杀，可以看出大钱已经内忧外患了。这样，这件事情必须彻查到底。去吧。是，太子殿下。殿下，今日之事，本王记忆犹新。秦诺兰以身护主，实在是令臣妾汗颜。可是，如今最难过的，应该还是海公公。他视诺兰为亲生，还望太子殿下体谅他些。爱妃有心了。本王不会轻易放过那些贼子的。以前我都从来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样的美人兮才会让君王枕上之后自此不早朝。现在我明白了。太子殿下是说，臣妾会祸国殃民吗？倘若真是这样，本王愿意被你祸害。那殿下还在等什么？
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皇后遭八王爷刺杀。母后，儿臣不知府中侍女是刺客，你让她带入宫中，因此而伤害母后，臣罪该万死，求母后原谅。你不是很自责和内疚，求母后降罪，怎么不磕头了？继续磕，这样才能展现你的悔过之心。臣弟有罪。你确实有罪，你最大的罪就是进行了2次死事。第1次没能杀掉本王，第2次没能搞死母后。你这样的废物留着有什么意义？殿下，臣弟不明白殿下是什么意思。不承认是吧？不承认也不打紧，本王也从来没有指望你会承认过。不过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证据的，对吧？母后，儿臣真的不知情啊！儿臣一心只想给母后请安，绝无半点加害之意，天地可见。若有违此言，不得好死啊！太子殿下，殿下，都是臣的错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能想出这个苦肉计，你们也厉害。太子殿下，张统领也是保护不了皇后，留着有何用？本王看来，这件事情确实与八王爷无关。请太子从轻发落。既然皇后都这么说了，惩罚……对了，八王爷好歹是本王的八弟，惩罚也就罢了。不过倒是有一件差事，近几日秀衣卫在全国各地抓捕反贼，倒是抓了一些乱臣贼子。本王希望有一个监察官，那就让八王爷代替本王去当这个监察官，以为如何？臣弟愿意。既然如此，本王期待八王爷表现。听说张统领被杀了，莫要提那个废物。是。那个赵风云最近有没有什么动作？他从上任禁军统领后，也不抓训练，天天揪着大大小小军官比武。现在军队上下全部所有士兵都对他非常崇拜，这倒不难理解。不过太师，军中有很多对他不满的声音。丰田启这小子在搞什么鬼？好不容易把禁卫军统领换成了自己的人，竟然不拉拢军官。这样，你抓紧在中层军官里散布谣言，就说这小子清理禁军军官，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那个赵风云。殿下，属下接到密报，禁军偏将吴海涛打算纠结一些中层官员发动兵变。吴海涛，刘中锋的手下。是的，把消息告诉赵风云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干！将军真是盖世无双，属下佩服呀。过奖了。怎么没酒了呀？来人，再给赵将军拿一壶酒。赵风云呢，是初来乍到，有些事儿让吴江心里不满，在此赔礼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将军说哪里话？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哈哈哈，我还没杀过宗师呢，不知道这宗师的脑袋跟平常人有什么不同。赵风云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有什么遗言吗？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！就凭你这个废物，也想杀了我？赵风云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这个废物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你的身后吧。太子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姓赵的，你敢给我下套？太子殿下乃大前储君，未来的天子，你等妄图叛逆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把他带回秀衣卫诏狱，等待发落。遵命。太师，吴海涛他们失败了。什么？吴海涛也是半步宗师，再加上几个中层军官，还拿不下一个吃了软禁散的赵风云。据说，昨晚太子也出现在了禁卫军大营。丰田启也去了，太子府的暗线没盯着吗？可是他是秘密出去的。
连小安子那个贴身太监都没带走。就因为一个贴身小太监就放松了，白养他们了啊！义父，请息怒。他放你出来了？是，义父。自从我被刺杀后，他就放下了对我的戒备，现在已经允许我自由活动了。别怪义父，不如此做，他根本不会相信你。我明白，义父。紫燕从来不敢责怪义父和娘娘。你明白就好，说正事吧。最近他有什么新动作？自从我受伤了，他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了。有一次侍女说，他经常在董小白那里过夜。征北将军董北海那老东西的女儿。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他起了疑心。是。娘娘，您的父亲征北将军派人来探望了，正在外面等候呢。殿下，以前本王冷落你，你父亲担心你会在本王这里受委屈，本王理解。快去吧。快与我说说父亲的近况。将军近来一切安好，只是什么？将军近来跟我们透露想回家颐养天年。父亲戎马一生，怎会如此突然？将军可知这是为何？将军对朝宗政令颇有不满，故有这样的想法。父亲掌握北军，乃是大前定海神针。一旦父亲回京，北军必将被太师一党掌控，对太子不利。还请将军帮我说与父亲，如今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文治武功既是上上之等，请我父亲再坚持些日子。小白真的这么说的？娘娘是这么说的，希望将军再坚持些时间，太子一定能扭转当今朝堂局势。既然现在小白开口了，那老夫就再看看这个太子有什么能耐。将军，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刘中锋得知太子重新与我女儿重归于好后，他一定会忌惮我的势力，想办法让我回京。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阻止我回京。前些时日，天狼国南部不是有些牧场迁移吗？我们把这个事情说大一些，这样太子殿下就有理由阻止刘中锋让你回京了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本奏。太师请讲。北军保卫大前边境需要极强的战斗力，征北将军董北海年事已高，恐力有不逮。臣请董将军回京颐养天年，选取一位年轻将领前往北境。太师，董将军年不过50，正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何来年事已高一说呀？小恩子，近日天狼国南部诸多部落调动频繁，臣恐北境出现战事，请朝廷早日调拨粮饷。奇怪，我还没跟天狼国大汗罗尔巴利发动手的信号呢，怎么北京就出现乱子了？好了，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就退朝吧。退朝！太子殿下，你来抓我呀！抓住你了！殿下好兴致啊！妹妹不知姐姐到来，有失远迎，姐姐恕罪。爱妃，本王不过是和小白嬉闹一会儿，至于吗？我在刘中锋那儿帮你打探情报，你在这和你的小美人嬉闹。那本王给你赔礼道歉。欺负人！本王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快说吧。我想回应天府一趟。好，都依你。不过现在不行，等我们把刘中锋一党消灭，本王就带你回应天府。这还差不多。刘中锋在朝堂上要求董北海回京，被你拒绝。他打算暗中让兵部削减调拨给北军的军需，并且他还勾结了天狼国大汗罗尔巴利。这会儿使者应该在他家中了。什么？那个老东西竟然敢卖国！反正消息我已经带到了，我要回屋休息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老东西今天敢联合一族，明天就起兵造反。小恩子，在，去给本王把赵风云叫过来，快去！博哈罗将军，这可是我大前的贡茶，请您品尝。这么好喝的茶我还是第一次喝。等你回去的时候，我给你多带几斤。刘太师果然豪爽。将军啊，不知道大汗准备好了没有？太师放心吧，大汗已经集结了10万大军，3日后就发兵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来人，这就是北军兵力的部署图。
将军还需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辽太师，请讲。东北海必须死。好，辽太师，合作愉快。大人，这是今年准备发给北军的粮草统计。今年年景不好，削减一半，去准备应粮吧。遵命。这群大权人外战外行，内斗内行，中原这花花世界早晚是我天狼国的。恐怕你的美梦要落空了。你是何人？要你命的人。将军，天狼国10万大军把正北城包围了，现在城中不足5万，其他关隘守军短时间还到不了，快逃吧！忠亮，末将在。身为大前的将军，再敢沿逃，斩！殿下，啊，爱妃，怎么了？求殿下救救我父亲！爱妃别慌，本王现在就要去上朝，商量如何解救东老将军。太子殿下到。诸位爱卿，北军奏报都知道了吧？天狼国狼子野心派出10万大军南下，此事该如何应对？殿下，为今之计，必须尽快派兵前往支援。东老将军劳苦功高，若在北京出了意外，恐让天下寒心。那依太师之见，该如何救人？殿下可派各省卫所兵用作第1批驰援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需调动第2支队伍。什么？京城3万禁军，若有禁军出击，东老将军一定可以安然无恙地返回京城。你先出去吧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来。陛下，你我夫妻20年，我真不想如此。可是谁让你挡了我们刘家的路呢？来人呐！陛下醒了，快传太医！殿下，宫里出大事了！海公公，怎么了？皇上苏醒了！你说什么？皇儿，你来了。父皇苏醒，儿臣一时恍惚，请父皇恕罪。诸位爱卿，朕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可有要事发生？请陛下撤销太子监国之权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可是太子监国时为非作歹了？陛下，天狼国10万大军南下，正是因为太子监国期间因国库空虚，削减北军军费，这才让天狼国钻了空子。皇儿可有此事？父皇，孩儿不敢。孩儿派遣3万大军北上驰援，不日便可解围正北城。但是兵部削减北军军费一事，孩儿从未知晓。禀陛下，此事是不是太子指使？找兵部尚书一问便知。臣爱卿，陛下明鉴，今年年景不好，臣为了北军军费绞尽脑汁。太子殿下看臣辛苦，就说今年先削减一半，明年再补回来就好了。父皇明鉴，孩儿从未说过这样话。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便宜老爹能醒过来，这要是现在被他把太子之位废了，那我不就死定了？臣爱卿，你可有证据？陛下，此事若真的是太子所为，又怎会留下证据？如今人证已有，此事真相如何，还需调查。但调查期间若是再让太子行监国之权，恐怕会被这天下不满呐。老东西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太子之位不好废，就先把我监国之权拿了。哼，父皇您刚刚苏醒，这政务若是儿臣不为父皇分忧，怕是会使父皇病情加重，还请父皇明鉴。皇儿言之有理。这是兵部尚书故意削减北军军费的证据。我忙完回来就给我看这个呀。太子殿下，大白天的没个正事儿。我身为太子，跟自己女人亲热亲热怎么了？把刘中锋一党消灭掉，我自然会心甘情愿为你生儿育女。但是现在朝堂大半官员依旧是他的人，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吧。等把刘中锋干掉再说。齐侍郎，你在兵部任职多少年了？回殿下，臣在兵部已经30年了。本王记得，
陈宏伟从进入兵部到任尚书，也不过才5年，你的资历比他多那么多，只是因为你不愿意与太师同流合污，而屈居陈宏伟这等庸才之下，你甘心吗？殿下，只要能为国为民，什么职位臣并不在乎。可本王在乎。这是陈宏伟暗地削减北军军费的证据，明日朝会之上，由你把他拿出来，这个兵部尚书的位子就是你的。太子殿下，臣要弹劾兵部尚书陈宏伟，这里面详细记载了陈宏伟擅自削减北军军费的证据。身为兵部尚书，竟擅自削减北军军费，使我大前北疆处于危险之中。如今北军正在和天狼国战士血战，你竟然还在克扣前线粮饷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求您救学生一命啊，太师！去！大胆陈宏伟，事到如今还敢污蔑太师，本王就觉得奇怪，怎么昨日我父皇苏醒后，太师便立刻弹劾我？原来都是你这小人在中间捣鬼，欺瞒太师，挑拨本王与太师的关系。现在被本王得知真相，还想拉太师下水。来人，将这厮公袍扒下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斩。如今兵部尚书陈宏伟伏法，戚光明，就由你暂时代管兵部，以观后效。臣领命。陛下，捷报！捷报！赵风云已经在征北城外配合董将军击溃天狼国大军，一战斩杀2万，俘虏5万，剩余3万天狼国大军四散奔逃，北境之危几人矣。不愧是皇陵卫的宗师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们现在回来了吗？赵风云正带领3万禁军回返途中，而且董将军乔装打扮在禁军中跟随。你去找京城名医，等我岳父回到京城后，给他好好的治疗治疗。遵旨。哎，对了，我父皇现在怎么样了？陛下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，连之前没苏醒的时候都不如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办差吧。朗奴告退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前些日子突然苏醒和再次吐血昏迷，都是刘中锋和刘春娥搞的鬼。江南发生蝗灾了。太师，江南有您许多产业，要赶紧赈灾啊！不急，再等等。太师，这是为何？现在扑灭，我怎么有理由让那小子去江南？如果他不去江南，我在京城怎么有机会布局？太师深谋远虑，在下佩服。你现在派人去江南，把所有的赈灾粮暗中藏起来，蝗灾的影响必须再扩大化。遵命。父亲，你可算是归京了。末将参见太子殿下。岳丈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殿下，虽然您是末将的女婿，但是规矩末将不能忘。好吧，好吧。殿下请坐。殿下为何让老夫在家里等你，而不是我去拜见你？本王府中，这刘中锋自从陛下身体出现问题，想方设法在各部安插自己的心腹，没想到陛下大病之后，他竟敢公然经手插入太子府中，此等叛逆之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殿下恕罪，末将5人口直心快，曾经末将也以为殿下朽木可雕，但是殿下的一番话，末将才明白是误会了殿下。本王怎么会怪罪岳丈？如果殿下不嫌弃，末将愿为殿下马前卒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岳父，您是我大前北疆战神，北疆9镇共30万大军，尽在岳父掌控之中。有岳丈在，本王想做什么都能平添3分底气啊。殿下放心，老夫定不负众望。北疆30万铁骑，永远是殿下最坚强的后盾。列位臣工，没什么事的话就退朝吧。殿下，臣有本奏。太师又有何事啊？南方蝗灾持续加重，朝廷的赈灾钱粮大半竟不翼而飞。什么？怎么会加重？而且居然有人敢打赈灾钱粮的主意。为今之计，还需尽快解决。等蝗灾过后，调查追责。不必了，本王亲自去调查。如此甚好，由太子殿下亲自前往，哪怕这蝗灾再严重1倍，臣也就不用担心了。严重1倍还是别了吧，只是希望本王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，可不要出什么乱子啊。臣定当为太子殿下守好京城。这次去江南赈灾，
哪是那么容易的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呗。依奴才看，太师这次是调虎离山之计，目的就是让您离开京城。如若本王不离开京城，那些藏在暗地里的牛鬼蛇神怎么会出来搞事？为什么这次还要带我去？现在在刘中锋眼里，你已经取得了本王的信任，若是不带你，他势必会怀疑。小恩子在，去把赵风云叫过来。这次去江南，本王的安全问题还是要交给他这个宗师负责。看来江南这次的蝗灾真的很严重，这外面连个卖菜的百姓都没有，连出门的人也是面色匆匆，面有菜色。这群当官的真是该死！蝗灾如此严重，竟然毫无作为。那为什么不去见这些官员呢？本王这次下到江南，行程还没有对外透露。一旦他们知道本王到了，那必然就会故意做出表面工程给本王看。那样的话，本王什么都别想查出来。殿下，根据赈灾钱粮最后出现的地点判断，十有八九是被江南三大豪商劫走了。可有证据？这个暂时没有找到。这都1个月过去了，太子还没有到，要到早就到了。是啊，说不定这太子就是个废物，路上不知道领着太子妃去哪儿游山玩水了。我们还是不要大意，他能和太师在京城对峙那么久，必然有些本事。来，我们满饮此杯，愿太师早日登基，封我等为大前皇商，永享富贵。这条街还挺干净整洁的嘛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小二，这是做什么？客官，看您这打扮，不像江南人呢。我们是从京城来行商的。客官可有诗？诗倒是有一个，不过需要你们掌柜的亲自来听。客官口气倒是也不小，不愧是京城来的。也罢，我这就去叫我们掌柜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看这酒楼，墙壁用料名贵，建筑辉煌大气，不像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。咱们初来乍到，连个像样的消息来源都没有，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。掌柜的，这位就是刚刚说有诗的客人。贵客到来，有失远迎，请进。上废官家压酒囊。好诗啊，客官，好诗啊！此诗表面写我醉仙楼酒菜鲜美，内里却饱含自得其乐、率然随缘之意，更令人有豁达心胸之感呐。掌柜的可还满意？满意。来人呐，上酒菜！我要与这位贵客一醉方休。贵客果然好酒量，这3壶醉仙酿下肚，竟然面不改色，王某佩服啊！多谢掌柜的款待，今日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和夫人回客栈休息了。贵客慢走。这俩人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京城商人那么简单的。这样才有一点贤妻良母的样子吗？我那是怕你出了什么事儿，没人替我报仇了。你就嘴硬吧。说正事吧，你今天跟黄永忠吃饭，感觉到什么了吗？这个黄永忠应该不是那个酒楼最高的掌管者，充其量应该只是一个地位高点的家仆。确实是，他身上没有真正富豪的气质。谁？江南首富黄天宝求见贵人，贵人是京城来的大人物，在下只想求个前程。你知道我是谁？草民黄天宝叩见太子殿下。起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本王是太子呢？草民虽是一介商贾，但在京城也有些许人脉。草民自然知道，太子殿下在与八王爷比试时所做的将进酒，已经传遍京城文人之间，在下自然也知道。在下明白殿下不会公布此次来江南的真正行程，故安排了酒楼求知会，想与殿下结识。连这人都知道，你那爱显摆的性格一定会上钩啊！黄天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是太聪明了可不好。太子殿下，小人这只是小聪明，上不得台面。说说吧，你想要怎样的前程？殿下，江南3大豪商听命于太师，若我再不想办法，迟早被他们吃干抹净。黄天宝，你可想清楚，现如今本王的力量不如刘中锋，你就不怕最后失败吗？殿下，您与太师的力量现在是此消彼长，斗败他是迟早的事。好，
既然如此，本王就交给你一件任务，请太子殿下示下。去准备一些沙土原料，再准备一个炼铁的炉子，放到你城外的庄园里去。太子殿下要这些是准备做什么？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另外放出消息，3日之后，太子将在醉仙楼举行宝物拍卖大会，届时江南所有的富商都可以来参加。黄家主，好久不见！哎呦，范家主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齐家主、王家主，你也来了。这位是京城来的行商，快请进。风云，做得谨慎一些。殿下放心。太师，江南有消息，查到他的行踪了。这个还不知道。这封信是3天前发出的。范家说太子准备在江南准备一场宝物大会。宝物大会？他能有什么宝物啊？这太子府的暗线也没说他离开的时候带什么贵重物品。你给征南将军的暗线传令，封天启一回来就把那份大礼送给他。诸位，宝物拍卖大会现在开始，上第一件宝物。这是第一件宝物，七彩流光琉璃佛。哇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件宝物啊！怎么样，没让你失望吧？至尊宝佛，起拍价50万两白银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两。100万两，谁也不许跟我抢！老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齐家4代供佛，我出150万两。老齐，年底就是太师寿辰了，去年你出尽风头，今年也不能不给兄弟一点汤喝吧？我出180万两。这件宝物我势在必得，我出200万两。年底就是刘中锋的寿辰。呵呵，看来今年他这个生日是过不了了。还有人加价吗？那好，那这件宝佛就以200万两白银卖与齐家家主了。承让，各位承让了。此项链名为海洋之泪，乃太子殿下早年出海所得至宝，起拍价100万两白银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20万。300万，太师同意纳我家小女为妾，我怎么能不拿一件宝物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跟你争了。大王，我刚才得了一个琉璃宝佛，这件就让给你吧。既然范家主、齐家主都不加价，那这件海洋之泪就以300万两白银卖与王家家主了。下面是此次拍卖会最后一件宝物，此手镯乃太子殿下海外寻仙修仙时所得，内含阴阳2气，常年佩戴，可延年益寿。你也太能忽悠人了吧！我怎么不知道你曾经寻访过海外仙山？如今江南蝗灾，太子见不得百姓受苦，所以拿出此宝，只希望能筹些钱财。这些钱全都会用在百姓身上。这太子真是走投无路啊！这样的宝物都拿出来卖钱，这样的太子还登什么基？趁早把江山让给太师算了。我3人愿付500万两，支持太子殿下赈灾。还真有人能被你忽悠着啊！这3人倒是心中有些大义，清理掉齐王、范3家之后，可以把他们扶起来。拜见太子殿下。诸位请起。今日这里没有太子殿下，只有一个想要筹钱赈灾的普通人。多谢各位慷慨解囊，今日之事，天下百姓会记得，本王会记得，天下人也会记得。太子殿下，这阴阳手镯……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草民愿出600万两，但是草民想要这个手镯。范家主，此话当真？太子殿下，这是100万两，剩下的500万两，这就没人取回。范家主真乃为国为民的良商啊！
草民定不负太子众望，这就命人取银票。那件宝物不能卖。殿下体恤民间疾苦，但你要保重身体。子大义，我等自叹不如。500万赈灾钱，我等3人依旧会给殿下，只希望太子可以早日赈灾，还江南百姓一片安宁。我会的。3位，拍卖会到此结束了，你们的铺子也比较忙，今日就先回去吧。皇家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，这都是你的计谋吧？听说王家主在江南3大富商中一直都是智囊的存在，多次针对皇家的计谋都是由王家主想到的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太子殿下谬赞，但是太子殿下今日可想取我3人性命？让我想想，风云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殿下，末将信不如你。这些就是有关3家这次劫粮的全部证据。好，不愧是本王的得力干将。什么？你这次召开宝物大会，竟然不是为了这些钱？聪明，但聪明没有用在正地方。你将我们3人引来，趁我们家中空虚，将这些证据拿到手。8月初9，王家家丁于城北10里密林处劫到第1批赈灾款50万两白银。9月12，范家家丁于城西北30里石滩处劫到第4批赈灾款10万两白银。太子殿下好算计，这一招明修剑道，暗度陈仓，耍得我们团团。京城一共发送了5次赈灾款，一共200万两白银，50万担粮草，这些都是数百万灾民的救命良钱，还有没有点良心？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死荒野！太子殿下，您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这天下都是你封家的，百姓活不下去要造反，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百姓造反反的是你封家，又不是我们。好一个不反你们！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，百姓造反的时候，会不会顺带把你们挂在歪脖子树上？百姓造反，太师大人自然会回来拨乱反正，到时候这天下还能回到祥和太平，太师定能保我们安然无恙，荣华富贵。太祖皇帝起兵之时，也有你们王家资助过，这200年来，杨氏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们王家，为何要如此？没有永远的王朝，大秦气数将尽，我身为王家家主，自然得另谋他处。只可惜没能坚持到太师登基我王家从龙之功的日子。但是太子，自你踏入江南这一刻起，太师就已经有了。殿下，这里就是被那3家劫来赈灾款存放的地方。当年太祖皇帝起兵的时候，王家也有很多从军的族人，那时候王家也只是个小商人，大家都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才打仗的。但是仅仅过了200年，一切又回去了。殿下，不管有多少反贼，末将都会为殿下将其诛杀之。历史是一个轮回，而人们能从这个轮回里面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，从来都学不会任何教训。前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见之，亦使后人负后人之哀矣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驾到，下官有事远迎。行了，本王没时间听你在这里废话，赶紧在城中设立粥棚，远一些的城池火速送去赈灾钱粮。范、齐、王3家也给本王抄了，家财全部用来赈灾。1个月治不了江南蝗灾，本王就治你的罪。真没想到你还有几分本事嘛！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那3家给解决了。最善于作战的将军，不应该是在战场上杀敌，而是等对手犯错，给予致命的一击。我一直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厉害的将军不需要多少功劳。如果将军没有功劳的话，怎么是厉害的将军呢？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你秘密做出的那几件宝贝，就为了坑那3家全没了，一件都不留给我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就那几件破玩意儿。那么好看的宝贝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那几件破玩意儿，把那3家抄了之后，我就顺手送给黄天宝了。你送给黄天宝也不给我留一件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么精美的宝贝从来都没有见过。那些破玩意儿就是玻璃，只要有砂石，想造多少就造多少。但是这个可不一样，这个是钻石，属于真正的天工造物。殿下，老奴有紧急情报。等会儿，老奴有紧急情报，殿下。进来吧。殿下，这是紧急情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今早在郊外劫回来的，是送给太师府的信。送给太师府的信？征南将军府？怎么样？
信里面说什么了？征南将军李志峰要刘中锋给他封国公，这样他就愿意支持刘中锋。李志峰不是从来不参与朝廷争斗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征东将军和征西将军一直都是刘中锋的铁杆手下，征北将军是我的岳父，这个时候他要是再不表态，他就会两边都不讨好。李志峰这话的语气很谨慎，他好像还没有和刘中锋谈好条件。好你个刘中锋，真是不消停！本王刚回京就给我送来这么一份大礼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下手为强，直接让刘中锋下狱？不，刘中锋支持者众多，在京城他谨慎得很，基本没有什么触犯律令的机会。我们直接毫无犹豫地对他下手，势必会引起动荡。那海公公以太子府的名义召征南将军李志峰回京述职。遵旨。太师，征南将军那里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这回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破局。父亲，出大事了！能出什么大事？朝中有父亲您以前的老部下，他听说太师打算禁言修您的兵权。什么？刘中锋修我兵权做什么？从太子监国到现在，您一直没有表态去支持谁，这样的话，两方对您就都不放心。说不定啊，他们现在都在怀疑您，打算看他们鹬蚌相争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。开什么玩笑！一个不学无术的太子，一个心术不正的权臣，我能支持哪一个？太子的命令到了，太子以监国的名义要求我回京述职。什么？叫您回京？这个时候找我回京，恐怕……父亲，绝对不能回京！您现在回去，他绝对没安好心。这我岂会不知？但此刻若不回京，便是抗旨。他现在监国，公然抗旨，可是要杀头的。父亲，将军，你们这是？将军，您刚才的话，我等都听见了。这京城绝对不能回啊！是啊，将军，那刘中锋和太子肯定是怕将军你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所以联合起来想谋杀将军，不能随了他的愿。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我们反了他，反了他！父亲，25万征南军除了征北军以外，可以说是无人能敌，怎么反了吧？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慢慢说。殿下，征南军造反了！什么？诸位臣工，征南将军造反，可有对策？都给本王装死是吧？征南军25万大军造反，如果攻入京城，你们全都得死！殿下，征南军造反一事目前情况不明，不如先派人前往和谈一番，以观后事。太师倒是很镇静，那不如谈判一事就交给太师去做吧。微臣年事已高，这般生死攸关之事，微臣是万万不敢去做的。太师倒是如此坦率，罢了，谈什么谈？不谈，敢造反就打！殿下，万万不可！南方刚刚平息蝗灾，目前国库空虚，还望殿下以和为贵。这小子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，只不过略施小计，他自己就把李志峰给逼反了。兄长妙计天下无双，那个废物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？殿下，征北军不能轻易动，让我带着3万禁卫军去吧。赵风云，上次北军被困，你带着禁卫军前脚刚走，这刘中锋后脚就针对殿下。这一次你若是去平叛，如果还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殿下的安危该如何呢？25万征南军造反，若不早日平叛，殿下刚刚在江南镇好的灾就会变成他人的嫁衣，殿下的江山怎么办？你，哼，强词夺理，什么能比殿下安危更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风云，抓紧点齐兵马粮草，我会让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全权配合你，争取早日平定战线。末将遵命。宣灵，你立刻着手调查此事。本王觉得这件事情很诡异。李志峰给刘中锋的信被截了回来，他们应该还没有达成一致。李志峰怎么会仅仅因为本王召他回京述职就造反呢？那殿下的意思是驱虎吞狼，反间计。属下明白，属下马上去调查。昨日本王微服私访，发现街上的行人面色焦虑，行色匆匆。海公公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殿下，最近京城粮价飞涨。粮价飞涨？海公公，你去把陆宣文叫来见我。遵命。臣户部尚书陆宣文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平身。谢殿下。陆尚书，你可知道
最近京城粮价飞涨的原因？是京城各大粮商以征南军战乱为由提高了粮价。他们说战事以军用为先，余粮不多，所以就提高了粮价。什么？这群奸商真的是胆大包天！臣也想惩治，只是他们蓄谋已久，臣就没有抓到证据。罢了，这件事情也不怨你。你现在就去给各大粮商发请帖，就说本王今晚要在太子府设宴。太师，赵风云带着禁卫军已经和征南军交战了，战况如何？双方伤亡都不大。伤亡不大，看来丰田启这小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让征南军的内线添一把柴，把火烧得旺些。到时候可不是这小子想要停战就能停得了的。学生拜见恩师。最近计划顺利吗？恩师妙计无双，计划十分顺利。现在京城百姓哀声不断，学生已经派人在百姓间传开，是太子一意孤行，要大军平叛才导致的京城粮价飞涨。现在百姓对他极其不满。好，跟我斗，他还是嫩了点啊。还有一事，太子得知此事后，设宴宴请京城各大粮商，恩师您看需不需要干涉一下？哼，你看着来吧。太子殿下，京城最大的粮商钱家家主说今日偶感风寒，略有不适。其余粮商得知后说钱家不赴宴，他们更没资格赴宴。这群奸商好大的狗胆！既然本王请不动他们，本王就亲自去。海公公在，带上你的人，跟本王去看看这钱家主到底是什么病。周大人，太子带着厂卫朝我钱家来了，看来是要兴师问罪。哼，这真的没事吗？150万两银票，钱家主懂事。既然如此，本宫自然不会让太子动你分毫，你就放心吧。有劳周大人了。就算待会儿太子不给我面子，但是本宫后面可是太师，他不敢不给面子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钱大家主，本王听说你是染病在床，不能见风啊，怎么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呢？不怕病情加重？还是说是因为京兆一周大人在这里，所以拒绝本王的邀请？本王的面子还赶不上周大人。太子殿下，微臣看来这里面似乎有什么误会。殿下乃天皇贵胄，何必与一个商人计较？若是殿下觉得钱良玉折了您的面子呢，钱家主就给殿下好好赔礼道歉就是了。太子殿下，草民愚钝不知太子殿下真意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好一个一唱一和，黑脸红脸啊！赔罪都这么敷衍，那本王等会儿杀起来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。殿下，您这是何意？正三品京兆一与一个商人来往如此密切，还敢问本王是何意？微臣和谁交朋友，似乎不犯什么律法吧？好一个不犯律法！海公公给本王搜搜周大人的身，说不定会有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东西。来人！殿下，本官并未触犯律法，你怎可如此？待会儿就要触及法律了，搜。这是150万两的银票，上面的印子是钱家的。好一个未触及律法，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只是正常的经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京兆尹周大人家中有什么生意，达到150万两白银的规模？周全才，你不会以为你背后有刘中锋给你撑腰，本王就不敢动你？太师是我的恩师，那就应该明白我的分量。我可是太师的心腹。当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太子又如何？若是让太师生气，哪怕你是太子也要完蛋。若是现在放了我，银票全归太子所有，我们各退一步，岂不是更好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各退一步？来人，京兆一周全才，上不报国，下不体民，贪赃枉法，为非作歹，拖出去斩立决。太师，这太子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，连番得利几次，他已经不知道这朝中是谁说了算了。他今天敢公然杀死京兆尹这种三品大员，明天就敢在金銮殿大开杀戒，屠杀重臣。太师不能这样下去了。确实如此，你我二人7日后率百官逼宫。
逼宫？我早已暗中给征东军传令，1万铁骑7日后到达京城。太师计划环环相扣，佩服。既然安排这么周密，我现在就过去联络百官。周兄，慢走。将这包毒药交给温子嫣，让他择吉祥风天起毒死。娘子，快来给本王更衣。还更衣呢？你差点死了，知不知道啊？什么？刘中锋的幕僚来送毒药的时候告诉我，他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。刘中锋向征东军调了1万铁骑，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放权，他就会……不会吧？就这样 game over 了？如果你先虚与委蛇，放弃监国之位，这个药1个月之后才会见效。1个月之后，如果你没死，他才会知道我背叛了他。不行，放下就任人宰割了。殿下，属下已查明，之前缴获的刘志峰发给刘中锋的信件是假的，是刘中锋故意伪造出来让我们得到的。还真是着了刘中锋的道了。宣灵，你可听过一句话叫做“人被杀就会死”？属下没听过。不管他多个位高权重的人，只要一刀下去，就会变成一个死人。那殿下是想先下手为强？调起100名身手最好的绣衣卫，时刻埋伏在太子府中。父亲，为什么让我突然撤下来？云贵，今天我们的伤亡太大了，不能再继续打了。如果继续强攻下去的话，第1道防线肯定是可以啃下来的。够了，不必再说了。我们先撤回去，等秋收之后再从长计议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啊？丞相战报：3日前，赵风云在岭南将李志峰之女李云贵率领的征南军重骑部队打败。现在征南军即将退回原驻地附近。赵风云问：接下来是否要乘胜追击？哦，3万打25万打赢了。征南军新败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次进攻。你现在就写信告诉赵风云，让他火速回京，1个人就行，越快越好。遵命，殿下。去忙吧。还有5天时间，要是5天之内想不出破局之法，就真的只能鱼死网破了吗？说说吧，你叫什么？从哪来到哪去？你怎么会发现我？我来这里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你敲门开锁的声音足以惊醒本王了。可恶！听说征南将军有一个女儿，作战勇猛，不输男子，就是你吧？哼，早就听闻太子殿下足智多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亲人被你抓住了，要杀要剐，请便。哼，亲人被你抓住了，要杀要剐，请便。哼。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如你所见，本王不杀你。我们都被刘中锋给陷害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在收到你们征南军造反的消息之前，本王在这里截获了一封征南军给刘中锋的一封信。你说什么？这封信是刘中锋故意伪造，让本王截获的。你看看吧。我父亲对官位和爵位从来没有过欲望，如果不是这次的事，他打算已经卸甲归田了。刘中锋这一步棋真是高明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请坐。你可知道他在你们造反之后做了哪些事情吗？他继续干了什么？他从征东军调了1万铁骑军进入京城，作为逼宫的筹码。那你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不行，这种大奸臣，我绝不允许他篡位成功。哎，
本王还没说完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这性子得改改，这么急的性子可带不了兵。我的太子殿下呀，刘中锋都要逼宫了，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本王当然着急啊，但着急有用吗？就算你现在回去赶到征南郡，也需要3日的时间。当你立刻赶到之后，将这件事情告诉你父皇，对京城现在局势也于事无补啊。那你想怎么办？这个仗还不能停，这个仗还不能停。你说什么？都这样了，还不赶紧把军队撤回来？只要这个战争不停，3万铁骑军就回不了京。本王3万铁骑军不能回京，就会让刘中锋忽视我在京城的力量。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本王想要反败为胜，只能靠他大意。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的话，就一定会有伤亡。即便我们征南军和赵风云会配合假打，也不会一个都不死。这些将士没有死在抗击外敌的路上，而是死在了你们政治斗争中。如果刘中锋篡位成功，大前亡国，天下大乱，到时候会死更多的人。本王登基之后，会在京城建一座忠烈庙，所有为国为民捐躯的烈士都可以在忠烈庙里永享香火，包括这一战的战士们。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殿下，殿下！太师和内阁大学士率领百官在正堂求见，让刘中锋他们等着。直接就撕破脸了。这群老东西都敢直接逼宫了，还怕撕破脸皮？上朝的这群人可都是朝廷重臣，你这样不是更容易被拉下监国之位吗？理由重要吗？他刘中锋现在倚仗的就是1万进入京城的铁骑，有这1万铁骑在，就算本王没有犯任何错误，那刘中锋也会找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本王头上。我还不如给他一步到位呢。哼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荒淫无度。周大人，您要是没耐心等，你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咱家可没心情给你跑腿。你这个阉人，你敢和老夫如此说话？咱家虽然身体残缺，但起码还知道这忠君报国怎么写。你找死！好了，周大人，不要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太子殿下，周大人刚刚等得着急了，3番5次叫我去催促您。哦，周大人，我让你等太久了，需不需要本王给你道歉啊？太子殿下请息怒，吾等绝无冒犯之意，只是我等却有要事要和太子殿下商议。一大早就来太子府见本王，要是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。殿下，老臣斗胆敢问殿下，7日前殿下出宫，是否杀了京兆尹周全才？确有此事，没想到这种小事竟然惊动了太师大人。老夫辅佐陛下数10年，一直深受陛下信任，可太子殿下已经铸下大罪，那老臣只能出面阻止。请问如何阻止本王呢？恳请殿下暂时放下这监国之权。恳请太子殿下暂时放下这监国之权。那若是本王不答应呢？1万东征军铁骑已经在宫外待命，为了避免外面动荡伤了太子殿下，还请太子殿下暂居这东宫，不得外出。等陛下醒来之后，太子殿下自然会明白老臣的良苦用心啊！放肆！刘中锋，你找死！1万铁骑已经在宫外待命，还请太子殿下三思啊！好你个老东西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早在太子府中藏了100绣衣卫，足以在他们攻入皇宫前把你们这些老东西都砍死。海公公，奴才在。
你难道对皇室列祖列宗没有丝毫敬畏之心吗？太子殿下，陛下醒了，请太子殿下过去。去乾清宫。太疯狂了，他刚才是真的想杀死我。先让东征军都回去吧，我们也不能明着造反。走，我们也去乾清宫。父皇，你来了。父皇，您苏醒了。陛下苏醒，真乃大清之福，天下之福啊！我父皇刚刚苏醒，正是虚弱的时候，你吼这么大的声，你惊扰到他，是不是想让我杀了你全家？朕没事。父皇，既然你已经苏醒了，就好好照顾身子。朝政上的事情还要您处理好的。兄长啊，你今日为何不直接派兵将他们父子二人？愚蠢啊！大秦立国200多年，你可以骗那些士兵说朝中有奸臣要清君侧，但是你怎么说服他们，让他们直接对皇上下手？他们又不是傻子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本来计划的好好的，结果功亏一篑嘛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为兄还有其他的办法。风云回来了。殿下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末将都听海公公说了，这次刘中锋敢公然逼宫，就是因为末将把禁卫军带去平叛了，这都是末将的错。风云，让你去评判，是本王自己做的决定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殿下，末将这就去把刘中锋一家给杀了。哎，先别着急，虽然你回来了，但是还有3万铁骑军在岭南，另外1万禁军也还没有回到征东军那里呢。本王说跟他同归于尽是吓他的，我怎么可能真的想跟这种人一起去死呢？末将明白了。对了，殿下，末将路过江南时，黄天宝找到了末将，让末将将此物交给殿下。哦，这个黄天宝又立功了。兄长出事了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可还记得当年给温子言的那包毒药？自从风云会那个老东西醒过来，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，但是现在风天启依然没死啊！你是说温子言叛变了？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就说那小子怎么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温子言叛变与我们非常不利，那就让他也死吧。太子殿下说您的最近很辛苦，特意让奴婢煮了参汤。他竟然也会关心我，临走的时候特意吩咐奴婢做的。他去哪了？奴婢不知，放着吧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说要奴婢看着您把参汤喝下，他才放心。放心？他放什么心啊？娘娘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谁派你来的？糟了，死士！太师，皇后娘娘派去的人失败了。2次！杀一个温子言2次都没成功，他养的那些死士都是废物吗？现在没办法用正常手段了。私兵准备好了吗？3000私兵随时待命。好，你去告诉他，3日后封天启出城祭祖时动手。这次要是再失败，咱们大家就一起死吧。是。父皇，今天祭祖你就别去了吧，孩儿带您前去。这怎么行呢？列祖列宗要是见不到朕，会怪罪的。哎呀，列祖列宗不会怪罪您的。好吧，琪儿，祭祖可千万不能出差错。
步骤你都清楚了吗？您就放心吧，步骤孩儿都记得。现在妻儿长大了，我等你回来。太师，皇后成功了，老皇帝没去祭祖。哦，这次这么轻松。说来也怪，太子呀，也不想让皇帝出宫。哼，没想到最后他还帮了我一个忙。也罢，给他留个全尸吧。大胆！哼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前江山气数已尽，往后这江山可就不姓封了。刘中锋，你竟敢公然篡位！谁让你们父子俩这么不识趣？本来呢，我还想让您有个寿终正寝，哪怕丢了江山，那也是您儿子的事儿。可是他太聪明，老臣若是再不动手，他可就先杀了老臣啊！刘中锋，朕自认对你不薄，可你为何要如此对朕？对我不薄？哈哈哈哈！你忘了你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吗？若不是当年我在玄武门挡了二弟一剑，你有命坐这把龙椅吗？当年您是怎么跟我说的？富贵共如饮呐！可老臣也万万没想到，后面还有一句：白刃不相扰。太子殿下，祭祖程序已经全部结束了。累，祭个祖比打仗还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小安子，如此慌张，成何体统？太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刘中锋携刘家私兵发动兵变，现在皇宫已经进入他手，奴婢拼死才逃出来给殿下报信。你说什么？刘中锋发动兵变了？父皇怎么样？陛下被刘中锋软禁了。可恶！我怎么没想到他会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直接发动兵变？殿下，末将请命，潜入皇宫杀了刘中锋。不可！现在那些乱兵被刘中锋压着不会乱来，一旦刘中锋死了，那种乱兵势必祸乱整个京城。你一个人可杀不完这些乱兵。那怎么办呀，殿下？刘中锋可以死，但必须在本王在的情况下才能死。走，回京。兄长，感觉如何？怪不得这古往今来这么多人想当皇帝。太师，丰田启回来了，就在城外。太子殿下，如果你现在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和你那个不识趣的父皇一起寿终正寝。你可知道为何我敢让你带着士兵来，而我只身一人吗？为何呀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不是丰田启。太子殿下，有话可要好好说啊！记住了，下次别惹穿越者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